倘若您很喜欢龟背芋的美丽烈叶，但居家空间较小又有限，不妨考虑入手一盆鸡龟背芋。它的植株较为小巧精致，与龟背芋一样富有热带风情的烈叶，拥有气根，喜欢攀藤，少病虫害，容易养护。放在家中明亮处，窗台或书柜上都很适合。这回来聊聊可爱的鸡龟背芋，喜欢攀爬、独具热带雨林风情的室内植物，养护指南与繁殖方法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观叶植物小笔记，我是秋明，带您一起认识室内植物，绿化居家环境。鸡龟背原产于马来西亚和泰国南部，原名叫四子牙角藤，属于常绿藤本植物。因为叶片形状很像迷你版的龟背芋，而被大众广泛称作鸡龟背或鸡龟背芋。然而在植物谱系中，鸡龟背与龟背芋却并非手足近亲关系。虽同属天南星科植物，鸡龟背芋是牙角藤属，不属于龟背芋属，因此只能算是远亲。鸡龟背与龟背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形态小巧可爱，叶子始终都是可爱的烈叶形状，不会因植株成熟与否而改变。然而龟背芋则是在植株尚未成熟之前，叶片都是没有烈叶的圆形，等到长大之后才会渐渐出现烈叶，裂口也会因年纪增长越长越多，植株也能够成长到十分巨大。鸡龟背和常见的黄金葛十分相像，属于热带爬藤植物，适合养成桌上型的小植栽，可以发展成爬柱式或垂吊式盆栽。鸡龟背芋可说是较为好照顾的室内植物。接着就来谈谈如何养好鸡龟背吧。鸡龟背芋植株强健，很容易种植。对于环境要求不多，一般室内的明亮通风处就能够满足它的生长需求。属于热带雨林植物的它，一般而言喜欢待在温暖潮湿的环境。作为室内植栽时，可以早晚为它喷水保湿，叶片会更鲜美。鸡龟背可以适应各种室内光线，耐阴，然而更喜欢柔和的散射光。原本生长在层层树荫之下的它们，不能忍受强烈的直射光，否则叶子很容易被晒伤。每日给予3到6小时的和煦光照有利于生长。如果太阴暗，容易使茎节的间距拉长，造成徒长，叶片也会越长越小，甚至有可能使烈叶消失。倘若有上述情形发生，就要将它们移到更亮的地方。养在室内的鸡龟背，在窗边通风环境，有助于它们的生长。倘若室内通风不佳，可以利用小风扇帮助空气对流，盆土也需注意避免长期潮湿积水。而室外的植栽则需及时浇水。鸡龟背芋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十分不错，只要足够温暖，它们可以一年四季保持生长。在春夏秋季，摄氏15度到摄氏30度左右都能稳定成长。夏季时，生长节奏更会加快。如果温度超过摄氏28度以上，光照比较强烈，务必避开直射阳光。而冬季则生长缓慢或是休眠，倘若摄氏10度以下，就需要给予保暖措施。在一般室内环境的湿度之下，就可以生长得很好，大约湿度40%到50%之间。然而，在湿度较高的环境，它们会长得更漂亮。给鸡龟背芋浇水十分简单，等待盆土8、9分干，再给它们浇透水即可。与多数室内植物一样，鸡龟背害怕一直处于潮湿状态的土壤，可以使用一般栽培土，并混合一些疏水介质，确保浇水时可以排水流畅不积水即可。
发展出茎蔓的鸡龟背可以提供它向上攀爬的支柱。倘若气根有稳定吸收到水分，加上足够的光线与养分，叶子就会渐渐越长越大。鸡龟背其实很喜欢喝水，然而需水量并不多，只要给予适当浇水就能满足它的生长。在温和散射光之下，春夏秋生长季节建议时常保持土壤些微湿润。夏季炎热时需要视情况，每1到2日及时给予水分。冬季会因低温而生长缓慢甚至休眠，此时需要减少或停止浇水。室外庭院通风处蒸散作用大，在盆土干时就需浇水，而室内蒸散作用较小则不需要天天浇水。鸡龟背在原生的雨林环境中，喜欢攀爬依附在树木等物体。由于茎干强韧，因此多数都向上生长。如果没有依附物件，悬空的枝叶也超出茎干能够负重的高度，藤蔓才会向下垂坠。鸡龟背很容易繁殖，是新手练习的好素材。倘若藤蔓太长，您可以为鸡龟背修剪，剪下的部分可以拿来水培扦插繁殖。如此也可以促使原本的鸡龟背植株长出新的分支。建议在春夏秋生长季节来进行，如此您就可以顺利收获到新的鸡龟背小盆栽咯。1. 修剪茎节。修剪鸡龟背时，切在生长节点的下方即可。节点的部分就是接下来要水培养出根系的地方。剪下来的茎节可以再切分成1小段，每段至少留有1个气根节点和1片叶子。也可以选择不切分成小段，维持整段的长度。2. 水培发根。预备1杯清水，将每一段茎节下端预备放入水中的部分清洁干净，包含叶片。枝条放在水里，确保气根节点部位有进入水中。放在室内明亮的地方，等待生根。3. 种植入盆土中。大约1-2周之后，水培扦插的茎节会生根发芽，发展出根系之后，就可以种植到盆土中。刚种好的鸡龟背盆栽，需先放在室内明亮通风处。等到新叶片生长起来，就代表它已经适应新盆栽。接下来就可以按照先前说的养护方法，继续养在家中。如此就完成咯。鸡龟背其实很好养，只要提供向上攀爬的物件，满足气根吸收水分的需求，它的叶片就会越长越大片。平时可以为鸡龟背喷水，擦拭叶面灰尘。在生长季来临前，给它施一些薄肥，可以使它长得更快更强健。很快的，您就会拥有一株美丽的鸡龟背玉。这回的鸡龟背玉特性与养护指南就介绍到这里。希望看完这些能让您更了解植物，喜欢植物，成为绿手指。如果您喜欢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秋明，我们下回见。